你是否曾感觉自己像暴风雨中的一艘船，被他人意见、混乱新闻和你自己反应性情绪的无情波浪来回炮制？你在一天结束时是否感到筋疲力尽？不是因为你完成的工作或达成的目标，而是因为你所感受到的一切的沉重压力。这种成为环境的被动目标，内心平静被手机痛治或他人一句不经意的话语所夺走的感觉，是我们这个时代无声的流行病。你的心灵本应是你的圣殿，却成了一个战场，而你是主要的失败者，不断地与你无法控制的刺激作战。这种持续的警觉状态，这种对下一个坏消息或下一个情绪触发点的永久守夜，耗尽了你的生命能量。你生活在生存模式中，注定是罕见而短暂的例外，而不是你日常生活的常态。你的自尊变得不稳定，是他人想法或外部事件如何发展的直接反应，让你变得脆弱，无法控制自己的幸福。你寻求外部的认可，因为你的内心是一片混乱，一个需要被任何能带来短暂解脱的东西填补的真空。但这种解脱从不持久，反应和耗尽的循环日复一日的重新开始，让你变得越来越脆弱。但如果有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呢？如果你不是一艘漂流的船，而能成为等它本身，无论风暴多么猛烈，都坚定不移。如果你能在自己内心建造一个避难所，一个任何外部危机、任何有毒意见、任何动荡情绪都无法动摇的精神堡垒呢？这就是这个影片的承诺。这不是空洞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使用千年流传的训练。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引导你完成3个基本的4多个学派冥想。这些冥想专门设计来锻造你的人性，增长你的智慧，并将你的心灵从战场转变为坚不可摧的堡垒。要开始这段路程，并坚定你建立内在力量的承诺，现在就做2件事。首先，订阅频道，这样呢就不会错过我们将分享的任何强化你心灵的工具。其次，在下方评论呢，从那个城市和国家开始这次转变。这样做，你不仅仅是在与一个影片互动，你是在加入一个全球性的军团。这些人决定停止反应，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点赞一封印这个与你自己的初步契约。现在让我们开始工作。解决这场内心风暴的方法，不是一种新的自助市场或一个健康应用程式，它是一种心灵的技术，一个强大、经过2000多年测试和完善的操作系统。我们谈论的是4多个主义，但请忘记那些漫世汇成的大力士老哲学家的形象，把4多个主义想象成人类人性的原始软体，一套旨在将清晰、勇气和注景直接安装到你的中央处理器，你的心灵中的使用工具。它基于一个基本且解放的原则：我们无法控制外部时间，但我们可以完全控制我们对这些时间的反应。正是在这个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微小差距中，存在着我们所有的力量和我们所有的自由。当我们谈论4多个冥想时，你必须抛弃清空心灵或被动静坐的想法。4多个的时间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积极的训练，一次真正的生活演练。我们寻求的不是没有思想，而是强化心灵，使其能够应对任何思想、任何情绪、任何情况。在这种背景下，人性不是要进牙关忍受痛苦的能力，它是将障碍转化为你成长燃料的炼金术技能。而智慧不是无用事实的积累，它是无情地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并其毒害你平静的噪音和分心的艺术。这种哲学是由那些面临最高风险的人在生活的战场上锻造出来的。我们谈论的是马克·奥勒留，一位在应对战争、瘟疫和背叛的同时，统治着世界最大帝国的皇帝。他在军事行动中写下了他的沉思录。我们谈论的是塞内卡，罗马最富有的人之一，一位戏剧家和一位暴君皇帝的顾问。他广泛地写了关于如何住在情绪和面对死亡的文章。我们还谈论艾毕克泰德，一个身为奴隶、面临身体虐待并因此终生跛脚的人，
却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内在自由大师之一。他们不是从象牙塔里教授理论，他们教授的是人类灵魂的生存和繁荣策略。让我们从第一个，也许是最具挑战性的冥想开始 ，Premeditatio Malorum 或惩恶的语言。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很阴暗，但它的功能是带来光明。这是一种可以想象可能在你生活中发生的负面情境的练习，不是为了沉溺于焦虑，而是为了让你对震惊和恐慌产生免疫。这是对你心灵的压力模拟，一次在受控环境中的训练，以便当真正的逆境来临时，他会发现你已准备就绪，而不是瘫痪。这项联系将对未知的恐惧转变为对最坏情况已经演练过应对方案的信心。反应性的人生活在一种脆弱的乐观主义中，他希望一切顺利，避免去想可能出错的事情，仿佛仅仅思考困难就会吸引他。他用到草盖房子，希望狼永远不会出现。而心灵的建筑师则知道命运之风是不可预测的，他不怕狼，他用砖头建造他的堡垒。Premeditatio Malorum 是检查每一块砖头，在暴风雨来临前测试你城墙坚固性的过程，确保你不会措手不及。这种练习包括留出一段时间，也许在早上，去思考在你的日子里、你的星期里或你的生活中可能出错的事情。想象你的工作，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工作怎么办？想象你的人际关系，如果一段重要的友谊结束了怎么办？想象你的财产，如果你失去了有价值的东西怎么办？目的不是绝望，而是冷静而理性地问自己：我该如何应对？我的内在和外在资源是什么？我的第一个是几步骤会是什么？这种预先的分析接触了不行的力量。这种技术的力量在于它能将时间本身与你对时间的叙述分开。失去工作是一个时间，我的生活完了是一个在男性的诠释。通过语言，你联系理性的回应。你可能会想，我会更新我的履历，联系我的人脉网络，暂时减少我的开支。突然之间，万一这个可怕的怪物变成了一份客观里的人物清单，你夺走了恐惧的力量，并将其转化为行动计划，保持你内心的住境。自然的，你的心灵会抗拒这种联系。内心的冲突是立即的，我们被制约要积极思考。相信想象负面事物是一种会吸引厄运的悲观行为。我们的大脑被设定为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而思考失落本质上是痛苦的。这种抗拒是一种否认，一种试图仅仅通过忽视世界更严酷的方面来控制世界的有知尝试。这是一种防御机制。讽刺的是，它让你手无寸铁。来自资源物质的猪竟是最脆弱的。这种厌恶被一种兜售付钱幸福和建议解决方案的文化所强化。我们被灌输了，我们应该一直感觉良好。任何扰乱这种脆弱和谐的想法都被视为需要压抑的敌人。但4多个学派知道，真正的住境并非来自没有问题，而是来自我们对处理问题能力的信心。避免思考暴风雨并不能阻止它来临，它只确保当它到达时你会湿透且毫无准备。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恐惧中采取行动。去赋予这种抗拒的代价是生活在一种慢性的低度焦虑状态中。你不断地担心，因为在内心深处你知道自己没有准备好。每一个小挫折都像一场灾难，因为你从未为此演练过。你的平静取决于一切都完全按照计划进行，这是生活很少满足的条件。你成为运气的努力，生活在那些你无法，也永远无法完全控制的环境的摆布之下。这才是真正的监狱，伪装成乐观主义的脆弱。因此，你必须重新定义这种联系的不是感。你在想象负面情境是感到的痛苦，是训练的痛苦，就像运动员肌肉中的灼热感。这是一种建设性的、受控的，能让你更强壮的痛苦。它原生于真实苦难的痛苦，那种被你毫无准备的危机集中式的剧烈而混乱的痛苦。你选择现在，在你的条件下，
感受一点小小的不适，以避免日后在生活的条件下遭受毁灭性的苦难。这里的核心必须是飞行员的飞行模拟器，没有飞行员只在完美展览无风的天空中训练，相反，教官们会故意设定引擎故障、剧烈风暴和一起故障。为什么？为了当真正的危机在30千英尺高空发生时，飞行员的反应不是恐慌，而是冷静、精确地执行已经训练过数十次的程序。你的心灵就是你的飞机 ，Premeditatio Malorum 就是你的模拟器。现在，让我们来应用它。想象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不要只幻想成功，而是问自己：什么可能出错？同时可能没有交出它的部分，客户可能在最后一刻改变要求，技术可能会失败。不要停在这里，对于每一个问题，想象你冷静而有效的反应。如果同时失败，你已经有了一个 B 计划，或知道如何不慌不忙地处理情况。如果客户改变，你已经想过如何重新写上价值日期。当不确定性被准备所取代时，焦虑就消散了。让我们用一个个人例子来加深理解。想象一段珍贵的关系，语言它的失去并不意味着你希望它结束，它意味着你认识到它的珍贵和无常，这会让你更加珍惜现在。同时，你问自己，没有这个人我会是谁？我该如何站稳脚跟？这建立了你的情感自给自足，这样你的幸福就不会完全依赖于另一个人，你更自由地去爱，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选择。正如伟大的塞内卡所说，我们长期恐惧的任何事物来临时的冲击力都较小。通过在脑海中演练失落、批评或失败，你剥夺了他们的震慑力。当真实事件发生时，你的心灵会认出它，并说：啊，这个情境，我来过这里，我知道该怎么做。你消除了惊讶，这是痛苦最大的放大器之一。对你经的熟悉，即使只是想象的，也能在压力下产生非凡的冷静。另一种应用这种技术的方法是资源剥夺。花一天时间持得非常简单，或者把你的智慧手机留在家里，或者睡在地板上。通过资源体验一点小小的不适，你教导你的身体和心灵，你可以承受比你想象的多得多的东西。你意识到你所依恋的奢华和书是对你的生存甚至幸福都不是必不可少的。这打破了依恋的锁链，让你心理上更强健、更灵活。Premeditatio Malorum 的最终结果是积极的人性。你不再是命运的被动受害者，而是你生活的积极策略家。以前让你瘫痪的恐惧，现在变成了规划的工具。你发展出一种不是基于物质，而是基于准备的注境。这是一种在预期的火焰中锻造出来的坚固的心灵平静，外部世界根本无法动摇。经常练习这个的人，会以一种撑住的自信在世界上行走。他并不傲慢，因为他知道财富随时可能改变，但他也不胆怯，因为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他都有内在的资源来应对。他变得反脆弱，冲击和压力不仅不会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强壮、更聪明、更能为接下来的任何事情做好准备。这种冥想是你为你的内心堡垒能建造的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它通过可以将城墙暴露与模拟攻击中来加固它们，在真正的敌人到达你的门前结识并修复弱点。这是在围城期间确保和平的艰苦而沉默的工作。正是这种联系，确保了无论外面的风暴多么猛烈，心灵的建筑是在内心依然掌控一切。有了这个建立起来的人性基础，我们准备好进行第二次冥替象。我们从对逆境的准备转向对视角的征服。现在，让我们学习如何超越混乱。第二个基本冥想被称为从高处的视角或知者的视角。如果说第一个联系强化了你的城墙，那么这个联系则给了你堡垒最高瞭望它的视野。这是一项视觉化联系，旨在扩大你的视角，减少你自我的保证，并将你的问题置于其宇宙应有的位置。这关乎于在精神上远离你的当前处境，一边用一个陌生人，
甚至宇宙本身的清晰和客观来看待它。反应性的人永远被困在他自己的戏剧中，他的心灵是一个舞台，他的问题是一场世事悲剧的主角。工作中的一句批评听起来像是一次毁灭性的个人攻击，一次交通堵塞是一次普遍的侮辱，对未来的一点小焦虑变成了一个瘫痪的怪物。他生活是鼻子贴着自己生活的荧幕，无法看到全貌。然而，心灵的建筑是培养了一种所效的能力，一种超越噪音疑惑的清晰和洞察力的能力。这个练习是自我近视的直接解药。首先闭上眼睛，想象你正在向上漂浮，把你的身体泡在身后，上升到你所在的房间之上，看到你自己坐在哪里。继续上升，在你建筑物的上方，你的街道上方，看到汽车像小昆虫，人们像移动的点。再往上，在你的城市之上，它变成了一张由灯光和形状组成的大地图。继续上升，直到你看到你的整个国家、各大洲，最后是地球，一个悬浮在太空中及近光貌中的蓝白球体。从那里，从这个宇宙的视角向下看那个小球体，试着找到你的大陆、你的国家、你的城市，以及那个是你和你的问题、忧虑的无限小的点。你那次争论发生了什么？对某人对你想法的担忧又如何？对未来演讲的恐惧又如何？从这个高度，这些焦虑失去了它们的质量，它们压倒性的重量。它们不会消失，但它们被一起真实的比例看到，在时间和空间的光貌中微不足道的时间。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我们自我的抗拒。我们的自我喜欢感觉自己很重要，它说服我们，我们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我们的痛苦是最深的，我们的担忧至关重要。从高处的视角是对这种自我重要性的直接攻击。心灵可能会抗拒，可能会觉得这个联系与纯或虚无，因为放弃戏剧意味着放弃某种身份，受苦者的身份，那个与不公正世界斗争的人的身份。我们被制约要强烈的专注于自己。个人主义文化尽管有起有点，却可能将我们囚禁在自我参照的泡沫中。一切都关乎我的感受、我的目标、我的故事。这种狭隘的视角是焦虑、愤怒和基督的沃土。从高处的视角，迫使我们超越这个泡沫，与比我们小小的自我大得多的东西连接起来。这是一种谦卑的行为。矛盾的是，它给予我们巨大的力量与和平。停留在地面视角的代价，事情赶上的浩劫。你花费大量的精力与琐事斗争，微笑是生气，为那些在生命的大致金中无关紧要的结果而担忧。你失去了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问题和什么仅仅是烦恼的能力。你的生活变成了一系列无休止的扑灭小火，从来没有时间或精力去思考真正重要的事情，你的品格、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目标。因此，在这个联系中感受自己渺小的不适感应该被拥抱。这不是为了让你感觉无足轻重，而是为了让你感到自由。从把一切都看得太重，尤其是你自己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解放性的认知。即宇宙并非围绕你旋转，而这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你可以放松，可以犯错，可以停止试图控制一切。你可以简单地专注于在伟大的宇宙戏剧中，以尊严和美地扮演好你的小角色。这里的比喻是太空人。许多太空人报告说，从太空中看到地球时，他们的认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现象被称为纵观效应。他们看到没有国界的行星，一个独特而脆弱的系统。他们个人的担忧和世俗的冲突显得荒谬的微笑。他们回来后变得不同，带着一种视角感和保护这个共同家园的愿望。你不需要去太空体验这个，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心灵中创造这种效应。现在，将此应用于一个困扰你的具体问题。也许你在社交聚会上犯了一个尴尬的错误，你的反应性心灵不停地重播这个场景，让你充满羞愧。现在，启动从高处的视角，向上漂浮。从天花板看这个场景，
现在看整个建筑充满了其他有助自己担忧的人，上升到城市的视角，现在有多少百万次的互动正在发生？上升到行星的视角，那个尴尬的时刻现在在哪里？它在人类经验的光帽中消散了。你可以通过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扩展视野来加深这种联系。想象一下，在你现在所处的土地上生活过的一代代人，想象一下，在你之后将会来到的时代，你现在的担忧在100年后会在哪里？1000年后呢？正如马克·奥勒留所说，想象存在的整体，你是其中微小的一部分；想象时间的整体，其中短暂而飞逝的一段被分配给了你；想象命运，你是其中多么微小的一部分。这种联系消除了焦虑，并以一种深刻的历史视角感屈而代之。皇帝哲学家马克·奥勒留本人就不断使用这种技巧。他在他的沉思录中给自己写道：许多香料颗粒在同一个祭坛上，一个造罗，一个完落，但差别无关紧要。他提醒自己，皇帝、奴隶、英雄和恶棍都共享同一个命运。这并没有使他变得被动，相反，这激励他在他拥有的短暂实践里，专注于他所能控制的事情，他自己的行动和判断，来意的行事。这种视角的一个日常应用是4多个学派所称的担忧的层次结构。在让某事困扰你之前，问问自己，这在10分钟后还重要吗？是天后，10年后？大多数时候，多走我们平静的事情都无法通过这个简单的测试。从高处的视角训练你的大脑自动进行这种筛选，为那些真正通过这个筛选并置的呢全部注意力的少数事情保留你的情感能量。这个练习的结果是获得了平静，即在混乱中保持冷静和沉着的能力。你发展出一种智者的视角，将生活的起伏不是为个人的胜利或悲剧，而是为世界自然和可预测的模式。你不再是随风飘荡的鞋子，而成为观察风吹过的群山。你的内心平静不再是有条件的，而成为你存在的根本特征。掌握从高处的视角的人生活得更轻松，更有目标。他能够自嘲，他不容易被谋犯，因为他的自我不再掌权。他行动更勇敢，因为失败的后果看起来不那么可怕。他在存在的简单事实中找到魅力和敬畏，参与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宇宙奇观。他的生活变得更少关于自己，更多关于他与整体的联系。这个冥想为你的内心堡垒增添了了网塔。从哪里，你可以远远地看到敌人，你夸大的担忧，并意识到他们大多数只是无害的影子，或永远不会到达你城门的远方军队。他给予你视角的力量，这是真正智慧的基础。你从一个广阔而清晰的视野来统治你的内心王国，而不是在混乱的街道中间。在强化了我们的防御并获得了视角之后，我们准备好进行最后的联系。这个联系确保了我们堡垒的维护和持续改进，与我们自己的日常对话。如果你感受到了这种转变的力量，并希望更深入地研究自我掌握的工具，我创建了一个名为4多个主义基础的特别播放列表。它包含了对于那些认真建立自己内心堡垒的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下一步。将此视为继续你训练的特别邀请。连接在描述和第1条评论中。这不仅仅是更多的内容，它是你旅程的完整军火库。点击并在本影片后继续建设。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冥想是哲学日记的联系。这不是一个记录你吃了什么或遇见了谁的工具，这是神经你的思想的联系，一次与你自身最明智部分的夜间城市对话。如果说 premeditatio malorum 是战斗的准备，从高处的视角是策略，那么日记就是行动后报告。将军在这里分析当天的表现，以确保第2天的胜利。这是确保持续进步的反馈机制。反应性的人以他生活的方式结束他的一天，分心。他沉浸在荧幕、娱乐或其他形式的麻木中，以避免面对自己的不适。
他在第二天醒来，重复同样的错误，对同样的出发点做出反应，陷入同样的情感陷阱，因为他从未停下来分析模式。而心灵的建筑师则明白，只有在这次升级之后，一天才算真正结束。他面对自己灵魂的镜子，去学习、调整和改进。这个练习简单而强大。在你一天结束时，留出10到15分钟的安静时间，用一本笔记本或一份文件回答3个问题。这是归于40多个哲学家塞内卡的练习。第一，我今天做错了什么？第二，我做对了什么？第三，我未完成什么责任，或者我本可以做得更好。目的不是自我鞭笞，而是像科学家检查数据一样，客观地观察你的行动和反应。当你问我今天做错了什么，你是别出你冲动行事的时刻，你的愤怒占了上风的时刻，你懒惰或违背自己价值观行事的时刻。也许你对服务员粗鲁，拖延了一项重要任务，或者过度担心超出你控制范围的事情。只是记下来，不加判断，仅仅明明错误的行为，就减少了它对你的影响力，并让你意识到这个模式。这里的内心冲突很激烈，面对我们自己的错误，对自我来说是痛苦的。自然的倾向是为我们的行为辩护，责怪他人，或者干脆忘记。我只是因为他应得的菜粗鲁，我没有拖延，我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哲学日记要求一种我们防御性心灵千方百计是突破坏的彻底诚实。它要求你对你的内心领域承担全部责任，没有借口。我们的文化常常鼓励我们只关注自己的优点，并快速原谅和忘记我们的错误。虽然原谅很重要，但不仅学习就忘记是停止的秘诀。我们在人际关系、事业和健康方面重复住同样的恶性循环，因为我们拒绝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这种日常的剖析。我们相信自我批评是负面的，而事实上，建设性的自我分析是个人成长最强大的工具。避免这种怜惜的代价是自欺欺人。你可能相信自己正在进步，自己是个好人，但没有具体的数据，这只是一种幻想。你对自己的负面模式仍然无意识，因此无力改变它们。你想知道为什么你在生活中不断得到同样令人沮丧的结果，却没有意识到答案在于你拒绝见识的日常小选择和反应中，你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因此，拥抱自我分析的不适感，将其视为最深层的自我同情行为。这不是为了惩罚昨天的你，这是为了准备好成为你想成为的明天的你。每一个被识别出的错误都是一个被发现的改进机会，每一个被承认的正确指居都是一个需要加强的策略。你成为自己的教练，最精野的道士，耐心地引导自己走向最好的版本。哲学日记的比喻是船长在海上漫长一天结束后深约航海日志，他记录下速度、方向，他面对的风，以及是他偏离航向的洋流。他不会对风生气，他分析船员他的情绪、喝夺他的行动是如何反应的。目标是为第二天规划一条更好的航线，避免同样的暗礁，更好地利用顺风。你的日记就是你生命旅程的航海日志。现在，让我们来应用第二个问题：我做对了什么？这部分同样至关重要，它训练你的心灵去认识和真实进步。也许你在一个通常会妓女你的情况下保持了冷静，也许你选择了做运动而不是待在沙发上，也许你练习了从高处的视角，并避免了无谓的担忧。记下这些胜利，这建立了自我效能感，并加强了 virtuous 行为的神经通路。第三个问题：我本可以做得更好吗？是分析与未来行动之间的连结，它将后悔转化为计划。这不是爱谈，而是想象一个更好的回应。当我的老板批评我时，我反应过激。下一次，我会冷静地听，感谢反馈，并以深思熟虑的方式回应。通过在脑海中演练正确的回应，你为未来更好的执行做好了准备，
你实际上是在变成你的下一次反应。艾比克泰德提醒我们，困扰我们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我们对食物的判断。日记是你检验自己判断的实验室，你记下最初的印象，他不尊重我，然后用4多个的逻辑来分析他，他只是表达了一个意见。我不被尊重的感觉是我自己的判断，我可以选择不接受它。这种日常练习是你成为在有毒思想变成毁灭性情绪之前拆解它们的大师，把它看作是日常的精神卫生。就像你刷牙一清除白天积聚的压菌斑一样，日记清除精神和情感的残留物，草鹿的判断、冲动的反应、毫无根据的焦虑。不做这种情节会让情感的压菌斑硬化，变成怨恨、哭涩和自我毁灭的行为模式。这种练习的最终结果是自我意识和不断的进步。你不再是自动驾驶，你掌控着一切，有一张清晰的优点和缺点地图，以及一个每日改进的计划。进步可能很慢，一次一度，但轨迹是明确无误的。经过数周和数月，这种复合练习从根本上改变了你的性格和你的生活体验。保持哲学日记的人称为自己的主人，他反应较少，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出发点。他对自己和他人更富有同情心，因为他理解为符合我们最佳价值观而奋斗的普遍斗争。他以明确的意图生活，直到每一天都是时间美的和解，尽他渴望成为的人的新机会。这个联系是你内心堡垒的日常维护，它却保守为时刻警惕、城墙不断修复、堡垒的统治者。你总是在学习和变得更聪明。这是将哲学从一个有趣的概念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的日常承诺，是巩固你人性和内心平静结构的最后一块砖。你开始看这个影片时，或许感觉自己像一艘漂流的船，对世界的混乱感到脆弱。现在你拥有地图和工具来建造你自己的安全港，你的内心堡垒。你学会了 premeditatio malorum， 将恐惧转化为准备的模拟。你学会了从高处的视角将焦虑消解与视角的联系。你也学会了哲学日记的力量，将错误转化为智慧的生机。这些不仅仅是想法，它们是心灵建筑式的训练常规。坚定不移、专注和平静的力量不在远方，它在于对这些原则的每日记录型的应用。外面的风暴可能永不停止，但那一步再重要，因为现在你知道如何建造和智慧你内心的堡垒。你今天的路程不仅仅是通过聆听，而是通过行动来完成的。转变需要一个承诺，一个对自己和世界的公开声明。因此，作为你智慧你心灵的第一道命令，抓住这个时刻来巩固你的决定。如果你真正致力于从反应者转变为建筑师，现在就去评论区以完全的信念写下我掌控一切。为了让我和我们整个社区能够识别那些最致力于这段旅程的人，那些吸收了每一句话直到这一刻的人，请加上这句话：我看到了最后。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这是你的主权宣言。最后，如果这个信息与你对力量和清晰的追求产生了共鸣，请记录你对这个哲学的结盟，留下你的赞，作为对这个新操作系统的认可印记。订阅已加入一个正在积极端早期人形的个体军团，确保你不会错过未来建造你堡垒的任何一块砖。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影片，想象你生命中那个正在受苦、在风暴中迷失的人。发送这份指南不仅仅是一次分享，这是一种服务行为，一次救援。帮助他人找到他们的力量是最高贵的4多个时间之一。成为等他，不仅仅是为你自己，也是为他人。